Hello， 我是文文，早上好。我们今天要出发去怡保了。All buy expensive ticket, not you only 1%. 一星公司，你们不看评价的吗？2000多个评价，1分，连名字都被改成了超级延迟巴士。真的很混乱，根本就不知道坐哪辆车子，仅此一家，吉隆坡都没有哦。我就站在他车面前，他就直接关车门，他又走了。我们昨天呢，在这个巴士 online 买了去怡保的 ticket， 巴士 ticket 是24座的 VIP 大巴。那我们出发的站是双溪里门，不是在乔治镇的关大。我们是住在日落洞，如果住在日落洞或者是皇后湾的朋友，那你们就来这个双溪里门车站会更近一些。比较整洁的车站，比较新，不会像关大一样随便巴士停在路边的那种。如果是住在乔治镇的话，那还是在关大坐会比较方便一点。那因为为什么在这个巴士 online ticket 买票呢？因为这个网站呢，它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。然后另外一个经常大家会用到的网站叫 EasyBook， 也可以订这个巴士，但是它只能用信用卡来支付。但它只能用信用卡，用不了支付宝。然后这一张去怡保的车票呢，一个人大概是48人民币，还是挺划算的。但是车程大概有2个小时左右吧，是24座的 VIP 大巴。那这边是放票的地方。它这柜台显示只能现金交易耶。上次我们在关大坐的那个巴士是一星的。说到一星，我要开始吐槽了。接下来是回忆，如果要看双溪里门的攻略，可以直接跳到6分36秒观看，谢谢。年初我们从槟城出发去吉隆坡，是在关大巴士站坐车。关大坐长途巴士的地方呢，是在路边，认准这个标志。有好几家巴士公司，我们坐的就是 Beer Star Express。一星公司，你们不看评价的吗？2000多个评价，1分，连名字都被改成了超级延迟巴士。我们已经到这个关大坐巴士的地方了，我们现在要去换票。我们是在上网买的票 ，EasyBook。要比他现场买要便宜很多。网络买的槟城出发的巴士票都要在线下换纸质票，需要服务费2马币每个人。长途巴士都是停靠在路边，而且没有人会叫号或者点数。已经快到发车时间了，我们找不到车票上的大巴，也根本不知道该上哪辆大巴。这时候肯定会有人问，车头没有目的地牌子吗？根本没有任何牌子。而且我们拿着车票去问司机，司机说不是他的车，又去问了下一辆，也不是。当时我们就跟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。后面又再次问了这位十分不耐烦的工作人员，他才在我们的车票上改了车牌号，出了房间门说就是我们问的第一辆巴士。这个座位是随便坐的吗？现在安个6了，好，谢谢。他有时候会换巴士，如果人数不够的话，还会换一个比较小辆。是这样的啊，谢谢。网页上写槟城关大到吉隆坡的中央车站只需要5个小时左右。朋友们，这就是一个美好的预估。翻了下评论，加上我亲身经历的，晚点基本都是1个小时起步。车上没有厕所，但是每个站都会停。现在到皇后湾这边了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要换车，一脸懵逼，都不知道要干嘛。我问他10句，他不理我的。然后我不是问他是这个车，他说是这个车，他也不讲。然后你不是去问他都不认他，然后又问我他又不耐烦，完全不耐烦。我有前面我真的拿那个票去问那个司机嘛，然后司机看了那个票跟我说不是，是 NASA One， 然后我就觉得弄不懂。对，这个就是冰岛的双溪里门车站，大部分人突然拎着行李就下车了，司机没有任何的通知，我们有点担心要换车，所以也跟着下去确认。那个工作人员是跟我讲说就这个。counter， 这个 book rate， 这个。就弄得很混乱，根本就不知道坐哪辆车子。他坐吉隆坡那边，这边是巴西，然后是米兰西 ，Express 啊。又去核对了一下这个票，就问了他的司机，他的司机跟我说他也不懂。一开始我们在那个关大那时候问了这个司机，我们要确认一下怕坐错车嘛，就拿着票去问司机，司机说不是，是 NASA One， 然后我们去了 NASA One， 然后工作人员说不是 NASA One， 是这辆车，就我们在这2辆车之间往返了好多次，但是车子上的设施还是可以的。1 2 3。我们在双溪里门车站等了很久，至少30分钟以上，等到工作人员来确认人数以后才发车。现在是12点钟，12点10分吧。
我们才从皇后湾这边出发。其实我觉得在皇后湾这边坐车会更好一些，因为这个巴士本身它的座位就挺空的，人就不多。然后在皇后湾这边上车的话，就不用在城市里兜1个小时。现在我们到北海的长途巴士站继续接人，又发生了一件很魔幻的事情，差点我们就滞留在北海了。 Excuse me, how long stay here? 5 minutes, because I want to go to toilet. Okay, thank you. 他刚就差点在我面前直接开车走了嘛，然后一直敲车门，一直敲车门，然后他才把车门打开，问我干什么？我说我坐这辆车的，你别走啊，我还有个朋友在那里，我刚跟你说过的。结果他跟我说10 10分钟我们要走那种，我真的很无语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站在他车面前，他就直接关车门，他就走了。是完全不属人数的，所以就是坐巴士去吉隆坡的话，一定要有一个人坐，挺危险的。就你时刻要注意你的这个车的动向。在这里停了10分钟，但是我目测下来，它没有10分钟吧，停在这里。我觉得它这里停了顶多就5分钟左右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对时间观念可能不是很严格的那种。没有那个具体的时间，对，就是都很随意，很随意。后来又停了2个车站，中途还加了1次油，估计后面是延误太过了，开始猛然加速。我们终于到吉隆坡的 KL Central， 现在是5点15分，晚点了将近2个小时。这就是我年初从槟城关大坐1星的感觉，差评。现在接前面1分39秒的故事，因为有年初1星的遭遇嘛，这次槟城到怡保我们才决定从双溪里门出发。虽然网络购买的大巴票还是需要到窗口交2马币每人的服务费，但这次不用纸质票，而是扫2维码电子票进站。离出发前5分钟和提前35分钟可进站。 10点半差不多，差4分钟。下到巨城就是候车室了，装修很亮堂，会有工作人员报出发的车牌号。我们这次订的是 KPB 公司的大巴，对号入座。槟城到怡保大约2个小时的车程。这个巴士车呢，它只有24个位置，然后是没有厕所的。我们的整个行程是2个小时，可能还会2个小时多，因为它有可能会一路接人，如果没坐满的话。现在我们是在双溪里门车站，可能还要去北海车站。想看一下，这是第一次在这边坐车，上次是直接在关大坐。那我觉得这辆车也是从关大过来的。本来这辆车呢是应该11点发车的，但是呢，他10点51他就走了，因为他刚才上来对一下人数，他觉得订票的人都到了，所以他就走了。这辆大巴呢没有在北海停靠，不过中间在一个小站停留了1次，上厕所吧，准时到达了怡保。怡保是马来西亚霹雳州的首府。是一座拥有深厚历史文化的华人人口占多数的城市，还以美食而闻名，例如九街产白咖啡、芽菜鸡、盐焗鸡等。我们在怡保住的也是民宿，现在就来做一个 room tour 吧。这套公寓位于怡保老城附近，离很多有名的景点或餐厅都很近，步行可达。2个卧室、2个卫生间，79个平方，有厨房和阳台，淡季价格在300元左右。2间房间，这套公寓整体住下来非常民宿住家的感觉。靠近客厅的浴室喷头水压有些问题，会有些漏水，没有洗衣机。其中一个卧室放了2张闲置的床垫，厨房案台上有蚂蚁，卫生条件其他都不错。中记杂料店，中记大树头杂料粉是怡保非常有名的街边美食，专门售卖酿豆腐和其他杂料，可以自己 DIY 汤料和主食的搭配，传统的露天美食档，很 local 的氛围感。中记除了杂料粉外呢，还有牛腩粉、猪杂粥、尖蕊等其他小吃档口。
榴莲的味道。这里就是，这什么榴莲？先看一眼。88红虾101，本档只在怡保一家，外坡绝无空谈，尤其吉隆坡。都点一点。哎，你好，这个是怎么点？之前你要吃的咯，然后你要黑粉色也可以。有没有什么汤底？在中记点菜的顺序是拿一个篮子，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想吃的杂料，数量不限。选好后将篮子交给服务员，同时告诉他们你要什么汤底和主食的搭配。有清汤，有粿条米粉和面，然后是这个奶粉。哪个比较好吃啊？像你要如果你要辣，你要辣不是我要拉沙。马上是帮那个拉沙条、拉沙奶粉。可以，拉沙奶粉。付款的同时告诉服务员座位号码牌。可以用支付宝。我的这碗是清汤老鼠粉，看我的老鼠粉，咕噜咕噜的。尝一口，巨酸吗？不是，真好吃。哇，这是浓汤哦，这么浓稠。拉萨的汤底是用亚参果和马鲛鱼一起炖煮的，非常酸辣开胃。但是这碗呢会偏咸一点点。鱼汤。我妈妈这碗是干捞细粉。干捞的酱汁是甜的黑酱油。清汤真好喝，我的清汤好喝。我刚刚看到有个顾客把他们秋葵都买完了，酿里面夹肉的。不沾酱的话，它会偏清淡口一点。给我一个酱，然后个酱。它的酱有点像我们早上吃干拌面的那个辣酱。这个沙葛酿我觉得是里面最好吃的一种杂料。沙葛就是凉薯剁碎和鱼肉混合做馅料，口感是清爽脆甜，有点类似马蹄。他们的牙口特别好，会觉得他们东西其实都挺硬。这是招牌豆腐，我觉得里面夹的是菜的，豆芽菜。当归当底。就有点像什么火锅干吃。火锅料干吃。有道理。像火锅料干，拿去跟开盲盒一样。它本身就是炸的，油条被加工一下变成另外一种杂物。然后在这边是油条，然后这边裹了一层类似于鱼肉泥做鱼饼的那种料。这道酿我们福建的田螺酿超好吃，这是什么？有点像那个臭豆腐。这没味道，一点味道。它的酿在这里。就那个茶叶的。茶叶不是吃的好吗？我们刚吃完炸料粉，但有一说一，可能不太适合我，因为有那个皮偏硬偏厚了一点点，然后油很重。不可能是对于他们来说是个家乡的味道，因为刚才店主就很自豪的说，仅此一家，吉隆坡都没有哦。他说特别是吉隆坡没有。这是不是有明星？18年的时候来买了一只燕琼林，然后念念不忘，记了多少年？记了多少年？买了燕琼林，我8年前、10年前、没有6年前心心念念的鸡。那每年都要讲1、2次，什么时候能去怡保买那个鸡翅？对，什么时候？药膳鸡。燕琼林盐焗鸡是怡保乃至马来西亚非常有名的一道传统名菜，它起源于广东盐焗鸡的传统制作工艺，但经过改良后形成了怡保独特的风味。这里可能会有人说，这不就是一家游客店吗？对的，但不妨碍它真的好吃啊。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凉了，就有点硬。我记得以前买的时候才211，现在已经涨成33了。然后它最大的特点是，都已经被我裁掉了，你刚才干嘛没拍呢？就是它的腋下会夹一片当归。
放了好几年的盐进去，哇，都要上味。它的鸡的当归味非常重。采访你一下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但是就是没有以前的，可能以前就是还没有吃饭嘛，所以觉得很饿，那会觉得好好吃。然后这次是吃完饭了，特别是皮好吃。这还要热热吃，如果是凉的可能。火车站，这是历史建筑啊。到它火车站来，想买票，坐火车。Excuse me, tomorrow go to the KL。据说怡保开往吉隆坡的火车票都要提早很多才能抢到，网络上已经显示售罄了，所以我们才想来火车站看能不能捡漏。但是售票员说只有明天早上5点的票，太早了，实在是起不来。Autumn。怡保二奶巷是怡保旧街场最有名的一条历史街巷，保留了许多殖民时期的骑楼和传统建筑。据说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，怡保因锡矿业兴盛，吸引了许多富商和矿主。二奶巷是这些矿主为他们的小妾安排的居住的地方，因此而得名。与二奶巷齐名的还有大奶巷和三奶巷。那个是马来貘，那个是他们国花。你看，大奶巷真落魄，连个铺子都没有；三奶巷最多铺子，果然是旧人苦心能笑啊！是不是？也是以后要是那个我飞黄腾达了，我一定给你收一整条街的铺子。榴莲和菠萝蜜酱是一家，还有柚子。我们现在转站吃芽菜鸡，芽菜鸡，芽菜鸡。怡保芽菜鸡是怡保最具代表性的经典美食之一。这道菜以滑嫩的白斩鸡和鲜脆的豆芽为主，简单却极其讲究，被誉为怡保美食文化的象征。因为怡保比较多祖籍广东的华人，所以更喜欢吃食材本味的料理。怡保的芽菜很有名，胖胖肥肥的。花生的芽是不是也可以放？我觉得它这个豆芽菜汁水很多。对的。那个没写，应该没买。爸爸是这个好吃，还是今天下午那鸡好吃？我觉得下午。我觉得下午的鸡好吃。这个好像最好吃。因为这清淡口的，是不是？肉很滑。这个捞啊。之前我们吃烟秋莲是很嫩的，今天就是我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它有点偏硬。你看那个橱窗都要用热水拖，那橱窗要用热水来泼，要来洗，地板要用肥皂水来刷。怡保的糖水街在怡保新街场附近，以传统的中式甜品和小吃而闻名，例如红豆沙、绿豆汤、芝麻糊、尖蕊等。大部分档口是下午5点开始营业，到晚上的11点半。4个人。你要什么？啥选？这2个是不一样的。好热的一天呐！我的杂雪来啦！这么大碗啊？怎么办？吃不完。哇，花生。还有冰啊。还有雪糕、尖蕊、仙草、花生。哎，有没有菜？什么菜？那叫尖蕊。那不是青菜，那是尖蕊。你不会以为是空心菜吧？香菜不是？它是有点类似于仙草，好好吃。哇，好大一碗。可以扫吗？可以，等一下啊。不是，我们更大。你们看它。它这个东西看很大的。我们是9块5的。芒果。火龙果。对。哇，好冰。草莓味的。我这碗跟这碗的区别是，我这个是巧克力口，黑糖口的，怎么感觉巧克力？就有点苦苦的。
然后他们这个是，草莓、西瓜味道，就是水果味道的。清凉补，结果变成清热补，还有个蛋呢。还蛋。桃胶。还有木耳。还有龙吟。好多冰。这冰不会很粗，之前我吃过尖锐，它那冰太粗不好吃。这冰会细一些，但是也没有到那种绵绵冰的那种境界。这个酸甜的。这期的视频就到这了，喜欢的话别忘了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4家，这4家好大，味道好喝吗？在现在这个天气合适。要不然要一只啊。